我妈连续5年在我这订酒席，大到侄子的满月席，小到哥哥的升职宴，次次都是顶配。可结账时，她总借着老年痴呆装糊涂，每次都找借口把餐费先记账，承诺过2天再给我送来。我心疼她晚年不易，从未开口讨要过欠款。今年除夕，她又在我这订了桌团圆饭，我亲手端菜上门，却在包厢外听见嫂子对着妈妈抱怨：又来小雨这吃，妈，你也太偏心了，年年给她白送钱，就这点菜凭什么卖上1000块？妈妈非但没有解释，反而装出一副隐忍的模样。都是一家人，送就送了，我都这岁数了，他还能骗我多少年养老金？5年时间，我倒贴了几10万，到头来我反倒成了骗他养老金的骗子。看着我妈点的波龙、帝王蟹、佛跳墙等一众菜品，我手一挥，直接让服务员上了12个空盘。迎着包厢里所有人错愕的目光，我开口说道：小本生意，概不赊账，想吃饭先掏钱。陈念宇，你什么意思？我还没质问你，你就先凑上来故意找茬是吧？我瞥了他一眼，直言花钱买东西天经地义，算不上我找茬。妈妈连忙上前拽住我，劝我大过年的别闹事，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等着吃团圆饭，让我赶紧让人上菜。她一边朝我施压，一边转头吩咐服务员上菜。我厉声喝止了服务员的动作，服务员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嫂子气得脖子涨红，一把将桌上的空盘扫落在地，碎裂的瓷片差点蹦进我的眼里。我看着一地狼藉，面无表情开口：一个盘子100，金玉满堂包厢记账客损1200。话还没说完，嫂子就突然揪住我的头发，反手给了我一耳光。什么盘子100？咋了？你家盘子镶金边了？你妈和你哥念在血缘关系上宠你惯你，可我是你嫂子，我嫁到你家是来享福的，不是来看你耍心眼的。见嫂子还要动手，妈妈挡在我面前，苦口婆心的劝诫我说，她这些年给我介绍的生意不在少数，让我不要无理取闹。一旁的亲戚们也忍不住开口打圆场，纷纷附和说，妈妈这些年很关照我的店，要不是她，我的店估计早就倒闭了。我冷冷扫过在场的几人，一字一句的说明，妈妈确实给我介绍了不少生意，侄子的满月席在我这办，团圆饭在我这订，就连哥哥感谢工作上贵人的宴席也都定在我这里。5年时间，他来了近上百次，可从来没有一次结过账。我就想问问各位，我妈在我这赊账几10万，怎么反倒我成骗子了？妈妈的脸色猛地一沉，你胡说，我哪次没结账了？你不能仗着我不会电子支付，没有凭证就乱说话，我给你付的都是现金。包厢里的动静早就吸引了一大批看热闹的人，有些群众甚至举着手机在录像。见状，妈妈立马缓和了语气，劝我有什么话回家说，别在外人面前闹笑话。嫂子却先不乐意了，说今天必须把这笔账算清楚，不能让我占我妈的便宜。我点头，行啊，经理，去把这5年的账单和监控录像都拿来。妈妈的表情瞬间僵住，刚想阻止经理，就被一旁的哥哥拉住了，质问妈妈是不是心虚，是不是真的像嫂子说的那样偏心。妈妈急忙否认，急得额头上都冒出了汗。可哥哥全然没放在心上，嫂子的话早就他心里埋下了怀疑的种子。在妈妈的催化下，这颗种子早已不断生根发芽。很快，账单被拿了过来，摆在所有人面前，上面的日期、金额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一同拿来的还有对应每一天的监控记录。我对着妈妈，让她看看她说过的现金付款到底在哪里。视频里清清楚楚地录下了她每一次赊账时许下的承诺，不是忘了带钱，就是钱放在了别的外套里，再不然就是出门太急落在了家里。随便点开一条对应日期的监控，都能听到她赊账的借口。妈妈脸上闪过一丝慌乱，却还是强颜欢笑的解释，说自己虽然没有当场给钱，但事后肯定都补上了。嫂子在一旁连忙附和，说几条视频说明不了什么，妈妈私底下给钱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还倒打一耙，说我是故意栽赃。我拉着妈妈的胳膊，那咱们就去银行看一下我妈刘氏有没有大额转账。妈妈脸色瞬间惨白，妈妈挣开我的手，大喊：陈念宇，你有什么资格查我账单？话音刚落，一旁的嫂子突然举着账本尖叫起来，她看到了账单上一顿饭8888块的消费记录，当即对着妈妈抱怨，说这根本不是妈妈说的上千块，4舍5入都快上万了，来我这里吃一顿的钱都顶得上她孙子3个月的奶粉钱。陈念宇，你到底借着吃饭的名义骗了妈多少钱？亲戚们面面相觑，显然也被这个数字吓住了。妈妈呼吸一滞，红了眼眶，劝嫂子算了，都是一家人。哥哥却咬牙切齿地瞪着我，骂我唯利是图，简直是在吸妈妈的血。他转头对着一旁的经理喊话，让经理把菜单拿上来，要看看究竟是什么菜能卖这么贵。哥哥和嫂子一拿到菜单就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可越往下翻，两个人的脸色就越难看。菜单上明码标着菜品的价格，一只帝王蟹1800，清蒸深海东星斑880，安格斯牛小排580。他们坚定声称这些东西肯定是我虚标了价格。嫂子也跟着点头附和，说店里的菜跟他做的家常菜一个味道，质疑我怎么有脸卖这么贵。我当场气笑，跟家常菜一个味道，那当初对着黑松露三文鱼赞口不绝的是他们，见佛跳墙只剩锅底还要打包带走，说要给父母尝尝的也是他们，之前仗着亲戚身份非让大厨免费做一桌的同样是他们。见我沉默不语，哥哥像是抓到了什么把柄，声音陡然拔高：陈念宇，你拿预制菜糊弄我们！耳边瞬间响起此起彼伏的质疑声，大家纷纷议论自己是不是花了上千块吃了预制菜当了冤种。嫂子愈发得意，带着一大群顾客往后除走。陈念宇，今天我带着所有顾客看看你卖的菜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格。我厉声制止了嫂子，明确表示不行。我解释他们既没戴帽子，也没穿工作服，进去会污染食材，而且厨房里到处都是刀具，万一推搡间出了事，谁也负不起责任。可对方非但没有打消念头，反而嗤笑我是心里有
鬼，后厨里藏了见不得人的东西，所以才怕了。他还压低嗓音，用只有我们几人能听到的声音威胁我。不想让我进去也可以，那就把这些年坑妈的钱一分不少的全吐出来。妈妈在一旁装作为我好的样子劝我说，她承认这些年有些偏心我，那些饭钱零零总总加起来也就80多万，让我抹个零头给嫂子转80万，这事就算过去了。妈妈的这番话让我的心彻底冷了下来。侄子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衣服都是妈妈买的，嫂子闹着想要的大金镯是妈妈出的钱，哥哥眼馋了许久的游戏机是妈妈偷偷补贴才拿下的。可我呢，从小到大只能捡哥哥的旧衣服穿，开店时资金周转不开，他宁可把钱给哥哥一家出去旅游，都不肯借给我半分。嘴上说着给我介绍生意，可每一次都只是为了方便哥哥一家来，我这里白吃白喝。看在妈妈的面子上，这么多年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看不见他对哥哥毫无底线的偏心。可如今他不但帮着哥哥一家讹我的钱，甚至还要纵容他们毁了我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店。委屈和愤怒瞬间交织在一起，我直接兑了回去。要钱想都别想！我当场喊出了报警2个字。妈妈见我要报警，气得红了眼，骂我是白眼狼，抓起手里的包狠狠砸在我的头上。我来不及躲闪，硬生生挨了一下，包上的锁扣正好直击我的太阳穴。我眼前一阵发黑，还没缓过神，就被一股蛮力直接推倒在地。嫂子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朝后厨走去，还没等我从地上爬起来，后厨里就传来了嫂子的尖叫：你们看，真是预制的！我立刻冲到后厨，只见今天刚运来的新鲜食材被他扔了一地。他指着冷柜里一盘盘切好的鱼片，说我拿着预制菜一桌卖上千上万块。妈妈望着正冒白烟的冷柜，双眼通红，整个人都沉浸在自以为被我欺骗的愤怒里。陈念宇，你到底有没有良心？连亲妈都骗，还钱！你今天必须把这些年我给你的钱全还回来。我卖的是不是预制菜？他这个经常从我后厨顺走东西的人比谁都清楚，我有没有哄抬价格？他这个总偷翻我账本算利润的人也比谁都明白。妈妈什么都知道，可她依然选择站在嫂子身边，合起伙来欺负我这个亲女儿。看着她狰狞的面孔，我的心里只剩彻骨的寒意。顾客在她的煽动下纷纷大喊着要退款，骂我是黑心商家。嫂子拿出手机朝我挑眉，说她现在就给市监局打电话，让他们过来好好查查我的店。哥哥更是早就掏出了手机，对着满地狼藉的食材一阵猛拍，试图保存所谓的证据，骂我丢了陈家的脸面。说着，他拎起一旁的锅，将整个后厨砸了个遍。妈妈非但没有阻止，反而还在一旁劝我说，她愿意退一步，钱减半，让我把店抵给哥哥就完事了。小雨，你这店开的时候根本不值40万，都是一家人，我们愿意吃点亏。我轻瞥了他一眼，平静地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就在这时，2名督察恰好赶到，开口询问是谁报的警。我抬了抬手，表明是我报的警。不等督察仔细询问，妈妈直接往地上一躺，开始哭诉：5年间，我在他这消费了80多万，他不但污蔑我没给钱，甚至还给我吃预制菜。督察猛地看向我，眉头紧锁，再次跟我确认，问我是不是真的确定他没有给钱。我点头，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妈妈当即矢口否认，坚称自己给的都是现金，说我就是仗着他子没有转账记录，才敢肆无忌惮地污蔑我。他以为只要咬死自己用的是现金付款，我就拿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他不知道，我从来不会打无准备的账。5年80多万，每年至少要取16万。请问是哪家银行允许你这个60多岁的老人如此频繁大额的取现，且未触发任何风控预警？怎么，国家执行反诈骗法时，你的账户是不在监管范围里吗？围观的人群里，有人最先反应过来，当即出声附和。他说自己平时去银行取5000块钱都要被柜员问好久，质疑一个老人怎么能取出这么多现金。警察被这么一提醒，脸色瞬间巨变。他当即上前向我妈确认，问她是不是真的确定给了我80多万现金。我妈眼神闪躲，支支吾吾的改口。她说自己应该给了这么多，还说80多万里有一部分是她早些年存的现金，实际上取出来的没这么多。我当场打断了她的话，我顺着她的说法往下算，就算有30万是她之前放在家里的现金，剩下的50万也不是小数目。我转向警察，郑重请求他们彻查这笔钱的去向。我说明，如果真的像我妈说的那样，能轻易取出50万，那银行在反洗钱与账户监测上就存在严重失职。可如果他根本没有取过这笔钱，那所谓给我的80万根本就无从谈起。我妈彻底慌了神，她连忙改口说自己记错了，可能真的忘了给钱。她抱着我的裤腿，语气哀切地求我别再查了。她承认都是她的错，是她老糊涂了。我把她从地上扶起来，语气温和却字字带刺。我说她要是真的老糊涂了，就更该查清楚，万一她真的取了这么多钱，最后却不翼而飞，只会更心疼。我还反问她，刚刚一口咬定我骗她养老钱，咬死给了我80多万现金的样子，半点都看不出糊涂。我甚至质疑她是不是被人诈骗了，不好意思说，才拉我来背锅。警察一听这事可能涉及到洗钱诈骗，甚至还有银行监管问题，迅速和银行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对方了解事情经过后，立刻给离我们最近的分行打去了电话。不出5分钟，10几张流水清单就全都摆在了我们面前。5年时间里，别说50万了，我妈取出来的钱连30万都不到，其中还有15万不是现金，而是转账。我盯着流水单上收款方账户的尾号，突然笑了出声。我点名这个尾号对应的是哥哥的银行卡，反问我妈所谓的80万现金是不是全都给了他。嫂子瞬间暴跳如雷，当即否认拿到了钱。
他说自己1分都没见到，转头就逼问我妈，让他自己说清楚80万到底给了谁。警察在一旁出声安抚，让我妈不用怕，实话实说就好。他还提醒我妈，80万不是小数目，如果真的被诈骗了，趁对方还没发觉，还有追回的可能。在嫂子的逼问、警察的关心，还有我戏谑的目光下，我妈彻底崩溃了。我承认自己压根就没付钱，行了吧，别再问了。在场的亲戚们听到这话，连饭都不吃了，纷纷转身离开。他们嘴里还念叨着，亏自己刚刚还帮他说话，这事简直太丢人了。我妈非但没有半分做错事的悔悟，反而死死瞪着我。她把所有错都推到我身上，说要不是我店里的菜卖得太贵，她也不会赊账。她还说自己那点退休工资根本付不起这么多钱。我也瞬间来了火气，我反问她，既然嫌贵，为什么还要吃？又不是我掰开她的嘴强喂进去的，那些鲍鱼海参全都是她自己亲手选的。我直言，她连吃带拿我都忍了，赊账80多万，我也从没和她计较过。可她不但当着全家人的面污蔑我，骗她的养老金，还纵容哥哥嫂子回我的店，现在竟然还有脸反过来怨我菜卖的贵。我的话像水滴进了滚油里，瞬间点燃了周围看热闹人的情绪，大家纷纷替我打抱不平，指责我妈的做法太过分。菜单上都是明码标价，又不是第一天卖这个价格。还有人议论说她就是看准了女儿心软，才故意找借口赊账。更有人踢我不值，说她欠了女儿80多万，转头给儿子赚了15万，根本没脸在这里理直气壮的闹。大家顺带还吐槽了嫂子的双标。嫂子一开始还跟其他顾客争论，可一个人根本吵不过一群人，她最后被对的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妈和我哥更是站在一旁，恨不得将头埋进衣服里。我转向警察，郑重提出自己的诉求。既然我妈已经承认赊账80万，我要求她归还这笔欠款，合情合理。嫂子拉着正在偷偷抹泪的我妈，气势汹汹地站到我面前，她当即翻脸说钱不可能还。她还叫嚣着，当妈的在女儿店里吃口饭是天经地义的事。她拿孝道说事，说女儿孝敬妈妈是天经地义。她还说我妈经常来店里帮忙，质问我为什么不给她发工资。我当场反驳，说我妈所谓的帮忙不过是偷翻我的账本算利润，顺走后厨的食材给他们一家，这种行为根本算不上帮忙。我没让她赔食材钱就已经够宽容了，她根本没脸要什么工资。嫂子眼神闪烁，最后只能小声嘟囔，她让我做人别太计较，反正我赚得多，根本不缺这点钱。我在心里冷笑，就是因为我之前太过不计较，才会被他们骑到头上欺负。我懒得再和他们几人纠缠，直接把这些年所有的账单和监控记录全都交给了警察。我告诉他们，要是不愿意还钱，那就法庭上见，所有证据都在这里，让他们自己看着办。一听我要告他，我妈连眼泪都忘了擦，她颤颤巍巍的想要握住我的手，却被我一把甩开。她不敢置信的质问我，怎么能为了钱告自己的亲妈？我直言，她当初还为了钱逼我把店转给哥哥一家。现在这是冤有头债有主，他要是掏不出这么多钱，就该去找哥哥要。我哥当场就不乐意了，他说凭什么找他要钱？那些饭都是我妈要吃的。我用讥讽的目光看着他，反问他，虽然桌子是我妈订的，可哪一次不是为了他才办的宴席？我一桩桩一件件的数给他听，他儿子的满月酒，他岳父岳母的生日宴，他的升职宴，全都是在我店里办的。所以我妈问他要钱，根本没有任何错。我懒得再和他们掰扯谁该还钱，让他们自己内部商量去，这事与我无关。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他们还清这么多年欠下的所有赊账，钱还完，我们之间就彻底两清。正说着，一群身穿制服的人走了进来，嫂子眼睛瞬间亮了，原本垂下的头又高高昂了起来。她对着我放话说，比起要钱，我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店怎么办。哄抬物价，售卖预制菜，随便哪一条拿出来都足够让我的店闭店整改。我妈被嫂子这么一提醒，立马也不哭了，她连忙追问，要是店里的价格不合理，她是不是就不用付这笔钱了？嫂子当即附和说，不止不用付钱，我还要反过来赔她钱。几人目光火热，把市监局的工作人员当成了救星，他们迅速冲了过去，当场举报我的店给他们吃高价预制菜。听到预制菜3个字，市监局的工作人员立马戴上手套开始检查，他们手里的执法记录仪不断拍照记录。嫂子跟在工作人员身后喋喋不休，她指着冰柜里的鱼片说，那是预制菜，一盘就卖好几百。她还质疑冰柜里的帝王蟹个头太大，说不定是为了什么化学产品。话音刚落，她又拎起一旁装木鱼花的袋子惊呼，她说食材的包装太过廉价，一顿8888的饭，我至少能赚8000。市监局的工作人员实在忍不住出声让她安静一点，他们说会仔细检查，随即开口叫我过去。听到市监局的人叫我，嫂子喜笑颜开，以为终于抓到了我的把柄。可工作人员接下来的话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他们检查完所有食材和进货账单，当场肯定了我的店。他们说我的店不愧是市里推广的红榜企业。嫂子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她不敢置信地追问工作人员，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的店一点问题都没有？工作人员不解地蹙了蹙眉，反问他店里能有什么问题？他们跟他解释，他口中的鱼片本就该低温储存，高温会破坏肉质，影响口感，而帝王蟹本就该是这个规格，个头太小，反而说明品质差，品相不好。他说完，拉开那扇被砸得有些变形的柜门，冷气像白雾一样涌了出来。他继续跟他解释，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冰柜，里面装的是液氮，作用是用最快的速度超低温冻结食材，锁住食材的细胞活性。对方顿了顿，继续说明，光是食材成本和这些专业的保鲜设备，就注定了店里的菜单定价不会便宜。至于他所说的暴利，他们完全没有看出来。在旁边等着要说法的顾客听到市监局的官方说明，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回去。有人当即出声说自己就知道店里的食材不可能是预制菜，自己吃了这么多年的海鲜刺身，根本不可能认错。另一个顾客眉头微皱，终于回过味来。
他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吃预制菜的冤种，而是被人当枪使的冤大头。旁边还有一位顾客更是满心憋屈，他说自己那一桌菜刚上齐，一口没动就在这里等结果，一盘刺身早就室温出水了。我妈死活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还试图说服市监局的工作人员。他说自己算过店里的利润，这个店一年能赚上100万。工作人员当场反驳说，我的店一天的客流量是别家的好几倍，能赚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顾客们瞬间恼羞成怒，纷纷对着我妈和哥哥嫂子一顿指责。有人说光自己家今年一年就来吃了好几次，更别说其他的老顾客了。大家纷纷指责我这个当妈的做法离谱，不想着对有本事的女儿好就算了，还在这里故意挑事。有人甚至质疑她到底是不是亲妈，还有人抱怨大过年的碰上这种人实在太晦气，连外人都在替我打抱不平，我妈却还在到处挑刺。我的心彻底被他们给伤透了。但凡我妈能说实话，但凡哥哥嫂子没那么算计，都不会闹到这地步。人群渐渐散去，市监局的人也走了，只有警察还留在这里处理后续事宜。春节的单子排得满满当当，所有包厢都被提前预定，可如今后厨被砸，食材被毁，别说做生意了，很多客户那里我都没法交代。我强压下心里的烦躁，转向警察，郑重提出诉求。我说我哥和嫂子故意闹事，还砸毁了饭店，我要求依法对他们进行拘留。我哥当场暴怒，对着我怒吼，他说我敢这么做，他是我亲哥。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反问他都敢砸我的店，我为什么不敢让警察拘留他们？我妈还想替嫂子一家说话，却被我当场堵了回去。我告诉他，我念在他年纪大的份上，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让他别得寸进尺。我让他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凑够80万还给我。说完，我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任由警察将骂骂咧咧的哥哥嫂子带走。见状，我妈也灰溜溜的走了。这晚我一宿没睡，我连夜联系供货商和厨具商家，加价让人家帮忙加急送货。我又将今晚的损失全部清算一遍，直到天快亮时，所有的事务才处理完毕。望着空无一人的店铺，我的视线逐渐被泪水模糊。我妈只看到我赚钱，可她不知道，当初我为了能把店开起来，将所有的东西都抵押出去，贷了上百万。她也不知道，为了能打通关系，我需要参加多少场饭局，低声下气求多少次才能换来现在的成就。我熬到凌晨5点，终于等到供货商送来了新鲜的食材。7点时，其他厨具商家也陆陆续续将货物送达，所有损失被我降到了最低。店铺终于在午饭点前正常营业。可我没想到，今天的客流量竟比春节当天还要多。仔细一问才知道，昨晚的事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都拍了照发在了网上。原本还以为我刷分的顾客看到我家后厨这么干净，就连市监局的人都说没问题，他们立马打车就来了。原本就不错的生意，此刻更火爆了。我强行打起精神，又开始了今天的工作，整整近40个小时，我都不敢有半分松懈，生怕不能让顾客有个不错的体验。终于在送走最后一桌客人时，我实在撑不住，瘫倒在了椅子上。店里的徐姐见状，劝我赶紧回去休息。她说最后一点收尾工作，她看着大家干就行。我强扯出一丝笑容，向徐姐道谢。徐姐笑着摆手说，这都是她的本职工作，更何况冲着我给的3倍加班费，她也该把自己的活干好。我笑了笑，累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我拿起自己的包，转身离开了店里。电梯缓缓上升，终于到了我公寓所在的楼层。门刚打开，我就听到了小孩的哭声，紧接着我就听到了我妈喊我的名字。我妈抱着侄子，不知道在我门口等了多久。侄子哭的嗓子都有些哑了，一见到我，他就开口哀求，求我放过我哥一家。他说侄子还这么小，他一个老人根本带不过来。我语气平淡的回应说，孩子还有外公外婆，他们3个老人可以轮着带。我妈急得语无伦次，连忙说孩子要喝奶。我淡淡打断说孩子可以喝奶粉。她又连忙说侄子一离开嫂子就哭个不停。我依旧语气平淡说孩子哭累了自然就不哭了。我妈直接急哭了，她质问我是不是真的要逼死自己的亲人。她连声跟我道歉，求我别再追究下去了。我有些好笑的看着她，问她事情都已经发生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让她与其担心哥哥一家，不如先担心自己。我问她80万凑够了没有？我妈呼吸一滞，严严容容地说还没凑够。我让她赶紧去凑钱，抱着侄子在我这里卖惨根本没用。我还提醒她别想着让哥哥一家替她还钱，就凭她昨天砸坏的那些东西就够她赔一大笔钱了。说完我开锁进屋，将我妈挡在了门外。10天后，哥哥和嫂子结束了拘留，从警局出来的第一件事，他们就直奔我的店。他们在店外吵吵嚷嚷的让我出去，愤愤不平的吵着要我道歉。我连店门都没出，直接让保安甩给他们一张赔偿清单。2人看着清单上6万的赔偿金额，直接傻眼了。保安暴毙站在一旁，冷哼着转达我的话。他说不赔钱就法院见，他俩却根本没当回事，还撇了撇嘴。他们笃定我是他妹妹，不可能真的告他。可当晚我妈的一通电话彻底让2人慌了神。我妈在电话里告诉儿子自己收到了法院的传单，我真的告了他。他问他手里有没有钱，能不能借自己一点。一听到要钱，嫂子立马就翻了脸。他说从来都是老人补贴儿子，哪有当妈的反过来问儿子要钱的。他让我妈自己吃的饭自己结账。我妈瞬间来了火气，反问他什么叫自己吃的。他说自己哪次订酒席不是为了他们一家。我妈放话，要是他们不管这事，就把之前转给他们的15万还回来。可话音未落，嫂子那边就已经挂断了电话。一想到欠这么多钱，自己可能会坐牢，我妈挺了一辈子的腰彻底弯了。她开始到处借钱。舅舅于心不忍，打来电话劝我。他说我妈都这个年纪了，我何必把她逼到这份上。我反问舅舅，她都这个年纪了，还想着把我的店抢走给我哥，我要回属于自己的钱，到底有什么错？舅舅沉默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我妈将身边所有人都借了个遍，可亲戚们一听她借钱是为了还我的80万，纷纷拒绝了她。他们甚至还背地里说她活该。最后我妈只凑到了25万，她把钱拿给我，求我放过她一次，别再告她了。她说这已经是她所有的钱了，我早就自
咨询过律师，即便我有视频证明我妈赊账，可想要完全要回这80万是不可能的。法院会考虑到部分赡养因素，最好的情况就是判处她归还50多万。但很快，律师又给了我另一个解决方案。我看着那25万，点头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我提出了条件，要和他签署一份协议，我要求以后每月的赡养费都从他剩下的55万欠款里扣除。我妈连忙点头答应了下来。这55万近乎等同于将我们之间的感情彻底买断。可我妈压根不知道签下这个协议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自己不用再还钱了。得知我妈可以少还55万，我哥立马找上了我。他开始跟我打亲情牌，问我对妈都能网开一面，为什么对他就不行？我冷冷反问他，妈妈60多岁，她多大年纪？当初砸我店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对我手下留情？我再次重申自己的立场，还是那句话，不赔钱就法院见。嫂子得知这件事没谈拢，气得和我哥在家打了一架，他甚至放言要离婚。两人轮番给我妈打电话，让她帮忙求情。可上次两人的决绝彻底伤透了我妈的心，我妈装作没看见，再也不接他们的电话了。嫂子和我哥闹得不可开交，嫂子嫌我哥没本事，我哥怪嫂子那天故意挑事，最后两人竟真的去民政局申请了离婚。可比他们离婚冷静期更早到来的是法院的传单，即便他们离婚，这6万也会作为夫妻共同债务，需要两人共同承担。最忙的1个月终于熬了过去，为了犒劳员工，我组织了一次吃喝玩乐一条龙的团建活动。晚上8点，我正坐在桑拿房里放松，手机突然响了，是一条6万块的进账短信。紧接着我就收到了我哥发来的消息，他说6万已经转过来了，以后就当没有我这个妹妹。看到这句话，我差点笑出声。从他砸我店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没有他这个哥了，少一个拿着亲情当幌子，对我的店虎视眈眈的人，对我来说反而更好。我给律师打去电话，告诉他我哥已经还钱了，让他办理撤诉。律师当即应了下来。我顺带跟他说，上次他发过来的合同我已经看过了，没有问题，可以答应和对方合作。律师应声回应。挂完电话，我轻轻呼出一口气，糟心的是又少了一件，我的生活终于再次走上了正轨。团建结束后，我给全体员工放了2天调休假，自己却依旧准时出现在店里，核对完上个月的营收报表，又和后厨团队敲定了春季新菜单的研发方向。之前除夕那场风波，非但没给店里带来负面影响，反而让更多人知道了这家明码标价、食材过硬的高端海鲜酒楼。本地生活平台上的预约订单排到了半个月后，就连平日里相对冷清的午市也几乎天天满座。我没有借着这股热度盲目涨价，反而在保持菜品品质的基础上，新增了几款性价比更高的家庭套餐。老顾客们都说我做事稳当，新顾客也大多成了回头客。徐姐总笑着说，我这是因祸得福，把之前5年亏出去的几个月就全赚回来了。我只是淡淡笑了笑，没接话。钱能算得清，可那些被亲情辜负的寒心，却不是赚多少钱就能抹平的。我依旧住在之前的公寓里，离店里只有20分钟车程，上下班很方便。只是从那天把我妈拦在门外后，我就换掉了公寓的门锁，连门禁卡都重新升级了权限。我没再主动联系过家里的任何人，也没再收到过我妈的电话。起初的半个月里，我偶尔会在下班路上看到公寓楼下有个佝偻的身影徘徊，不用走近看，我也知道那是我妈。她不敢上来找我，也没脸再像之前那样抱着孩子卖惨，只是远远站着，看着我的车开进地下车库，再默默离开。我从没有停下车，也没有摇下车窗，只当没看见。签协议那天，他有多急着撇清欠款，现在就有多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他以为55万的欠款不过是动动嘴就能抹掉的数字，却忘了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每月固定赡养费从欠款里抵扣，扣完为止。期间我不会再额外支付他1分钱。他手里那25万本就东拼西凑借来大半，没捂热就给了我，剩下的退休金本就微薄，还要应付日常开销，根本撑不了多久。我心里没有半分波澜，更没有一丝心软。路是他自己选的，苦果自然也该他自己尝。果然没过多久，舅舅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沉默了几秒，还是接了起来。电话那头的舅舅依旧是和稀泥的语气，先叹着气说了几句我妈最近过得不容易，又拐弯抹角的劝我，毕竟是亲生母女，没必要把关系闹得这么僵。他说我妈现在连买菜的钱都快拿不出来了，天天在家以泪洗面，后悔当初不该那么对我。他还说让我松松口，把剩下的欠款免了，再按月给我妈打些生活费，也算尽了女儿的孝道。我握着手机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流，语气平静地把协议内容跟他复述了一遍。我告诉他协议是我妈自愿签的，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法律效力。我也告诉他赡养费我1分没少，只是按协议抵扣了欠款，不存在不孝的说法。我还跟他算了一笔账，这些年我妈在我店里赊账的80多万，就算扣掉已经还的25万和未来10几年的赡养费，剩下的缺口依旧不小。我没让他一次性还清，已经是仁至义尽。电话那头的舅舅沉默了很久，最后只叹了口气，说了句你们母女的事我也管不了了，就挂了电话。从那以后，亲戚们再也没人打来电话劝我。我后来才知道，我妈找遍了所有能借的亲戚，没人愿意再借钱给她，大家都看清了她的性子，知道借出去的钱最后大概率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更没人愿意因为她得罪我这个在本地小有名气、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老板。毕竟谁家都有婚丧嫁娶、宴请宾客的时候，保不齐哪天就要用到我的店。我妈彻底没了指望，只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可她那个宝贝儿子自身都难保。我哥从拘留所出来后，原本
本稳定的国企工作就丢了。单位里知道了他闹事砸店被警方拘留的事，直接以违反规章制度为由把他开除了。他本就没什么真本事，在单位里混了10几年，全靠熬资历混到了个闲职，如今身上背了治安处罚的记录，加上眼高手低的性子，找工作处处碰壁。好的单位看不上他，差的工作他又嫌累嫌钱少，高不成低不就，在家赋闲了大半年。之前手里那点积蓄赔了店里6万的损失，又被嫂子分走了一半，早就见了底，没了收入来源，他只能天天窝在家里，靠我妈那点微薄的退休金过活。嫂子和他离婚后，带着侄子回了娘家，每个月都催着他给孩子抚养费，他拿不出钱，就被嫂子一次次告到法院，成了失信被执行人，连高铁飞机都坐不了，日子过得一地鸡毛，狼狈不堪。他非但没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把所有的不幸都怪到了我头上。他觉得如果不是我当初非要报警抓他，他就不会丢工作；如果不是我非要追着要那6万赔偿，他就不会和嫂子闹到离婚的地步；如果不是我铁石心肠告我妈，他就能继续靠着我妈从我这里源源不断的捞好处。怨怼和不甘在他心里越积越深，终于在某天彻底爆发了。那天是周末，店里的生意正是最忙的时候，1楼大厅坐满了客人，包厢也全满了，后厨忙得脚不沾地，前厅的服务员穿梭在餐桌之间，有条不紊的传菜收台。我正在前台核对预约信息，就听见店门口传来一阵吵嚷声，紧接着我哥就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浑身酒气，眼睛通红，嘴里骂骂咧咧的直奔前台而来。在场的客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到了，纷纷停下筷子看了过来。门口的保安反应很快，立刻上前拦住了他，他却像疯了一样，一把推开保安，抄起旁边展示架上的摆件，狠狠砸在了地上，陶瓷摆件碎裂的声音在大厅里格外刺耳，有胆小的孩子被吓得哭了起来。我皱着眉从前台走了出来，示意保安先控制住他，不要惊扰到客人。2个保安一左一右架住了他的胳膊，他动弹不得，只能梗着脖子对着我破口大骂，污言秽语一句接一句，不堪入耳。他骂我白眼狼，骂我六亲不认，骂我为了钱连亲哥亲妈都害。他还当着所有客人的面造谣我的店赚黑心钱，食材都是过期的，哄抬物价坑老百姓。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撒泼，没有动怒，也没有跟他争辩，我只是拿出手机对着他录了一段完整的视频，然后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他见我报警，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挣扎得更厉害了，扬言要砸了我的店，让我做不成生意。可他被2个保安牢牢架着，根本动弹不得，只能无能狂怒。店里的客人大多都是老顾客，知道前因后果，非但没被他的话影响，反而纷纷出声指责他。有人说他一个大男人自己没本事，反倒怪妹妹太能干，简直丢人现眼。有人说他吃了妹妹5年的白食，现在还有脸来店里闹事，简直是不知廉耻。还有人拿出手机对着他录像，说要发到网上，让大家看看这副无赖的嘴脸。他被众人说得面红耳赤，酒也醒了大半，眼神里终于露出了一丝慌乱。警察很快就赶到了，看到现场的情况，又看了我提供的监控录像和视频，直接把他带走了。因为多次寻衅滋事，加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他这次被处以15日的行政拘留，并处以罚款。我妈知道这件事后，疯了一样给我打电话，我直接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又把所有亲戚的号码都设置了拦截。我不想再听他的任何哭诉、指责、道德绑架，也不想再和他们有任何多余的牵扯。从他冲进店里闹事的那一刻起，我心里最后那点名为血缘的牵绊就彻底断了。拘留结束后，我哥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得更加偏激。他知道明着来闹讨不到好处，就开始在暗地里耍阴招。他注册了好几个小号，在本地的美食论坛、社交平台上到处发帖子造谣我的店。帖子里写的有鼻子有眼，说我的店用死海鲜替换活鲜，用过期食材做预制菜，后厨卫生脏乱差，还哄抬物价宰客。他还把之前嫂子闹事时拍的那些后厨满地狼藉的照片翻了出来，掐头去尾地发在网上，说是店里日常的卫生状况。帖子很快就被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转发，渐渐有了些热度，甚至还有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不加核实就转发了这些内容，给店里的声誉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有几天店里的预约订单明显少了很多，还有已经预定了宴席的客户打来电话询问情况，甚至有几单直接取消了。徐姐和店里的员工都急得不行，问我要不要赶紧发个声明澄清一下。我倒是很冷静，先让技术部的同事把网上所有造谣的帖子、账号信息都做了证据保全，又找了之前合作过的律师整理好了起诉材料，然后我让店里的运营团队发布了一条澄清视频，视频里完整公布了市监局之前的检查结果，店里的食材采购凭证、检疫合格证明，还有后厨无死角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里后厨的卫生状况一目了然，所有员工都按规定穿着工作服，戴着帽子口罩，食材分类储存操作规范和造谣帖子里的照片判若两地。我还把之前除夕事件的完整监控片段也剪进了视频里，清清楚楚地展示了帖子里那张后厨狼藉的照片是我哥和嫂子故意打砸造成的。视频的最后，我附上了律师函，明确表示会对所有造谣传谣的账号追究全部法律责任，绝不姑息。视频一经发布，立刻在本地引起了轩然大波。之前转发过造谣内容的自媒体吓得赶紧删除了内容，纷纷发文道歉。那些不明真相的网友也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反过来指责我哥的无赖行径。还有不少人特意跑到我的账号下面留言，说要专程来店里吃饭支持。之前取消订单的客户也纷纷打来电话道歉，重新预定了宴席。这场风波非但没影响到店里的生意，反而再一次提升了店里的知名度和口碑。大家都知道了，这家店的老板是个被原生家庭拖累却依旧认真做事的人，也更认可店里的品质和担当。而我哥很快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他看着我提交的厚厚一摞证据，还有要求的名誉损失赔偿，彻底慌了。他没想到我这次做的这么绝，一点情面都不留。他
他又去找我妈哭穷卖惨，说自己要是赔了钱就只能去跳河了。我妈急得团团转，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求的人都求了，最后只能跑到店门口来堵我。那天我刚从外面谈完合作回来，车刚停到店门口就被他拦住了。几个月没见，他苍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更驼了，脸上满是愁苦和疲惫，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对着我颐指气使的模样。他拦在我的车头前，不敢再像之前那样撒泼，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眼里满是哀求。我停下车，却没有开车门，只是隔着车窗看着他。他就那样站在太阳底下，对着我弯腰鞠躬，一遍遍地做着口型，求我放过我哥，求我撤速。周围渐渐围了些看热闹的人，对着我们指指点点。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没有丝毫动容。当初他纵容我哥砸我店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放过我？当初他跟着嫂子一起造谣我卖预制菜，要毁了我生意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放过我？当初他一口咬定我骗他养老金，把我塑造成一个不孝女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放过我？现在知道求我了，晚了。我没再看他，直接让司机把车开进了地下车库，从员工通道进了店里。自始至终我都没有下车，也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那天之后，我妈再也没来店里堵过我。我哥的名誉侵权案，法院最终判决他侵权成立，要求他公开向我道歉，并且赔偿我相应的名誉损失和维权费用。他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他依旧不肯赔钱，也不肯道歉，最后被法院强制执行，成了失信，被执行人名下所有的银行卡都被冻结了。这下他彻底成了一个身无分文、处处受限的老赖。嫂子知道这件事后，更是连孩子都不让他见了。他彻底成了孤家寡人，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挤在我妈那套老破小的房子里，天天和我妈吵架，母子俩互相指责，互相埋怨，把日子过得鸡飞狗跳。我妈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她一辈子偏心儿子，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了儿子，为了儿子不惜牺牲女儿的利益，甚至毁了女儿的人生。可到了最后，能依靠的却只有那个被她伤透了心的女儿。而他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儿子，只会不断地吸他的血，给他惹麻烦，让他晚年不得安宁。可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我依旧按部就班地经营着自己的店，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春季新菜单推出后广受好评，店里的生意更上一层楼。我在市中心的高端商场里开了第一家分店，主打精致海鲜融合菜，定位更年轻化，开业就爆火，成了本地有名的网红打卡店。开业那天，很多业内的同行、合作的供应商都来捧场，还有不少老顾客专程赶来道贺。徐姐看着热闹的场面，红了眼眶说：“当初看着我一个人扛着那么多事，真怕我撑不下去。没想到现在居然做得这么大。”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敬了他一杯酒。我能走到今天，靠的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是我当初哪怕带了上百万，也要咬牙把店开起来的韧劲。是我哪怕被亲情伤透了心，也没自暴自弃，依旧认真做好每一道菜的坚持。是我面对一次次的刁难和算计，没有妥协，也没有被拖入泥潭的清醒。原生家庭的泥潭，我花了5年的时间，才终于彻底爬了出来。往后的日子，我只会往前走，再也不会回头。分店步入正轨后，我给自己放了个长假。这几年，我一门心思扑在店里，几乎没有好好休息过。我订了去海边的机票，一个人去了一座陌生的海滨城市，每天睡到自然醒，去海边散散步，吹吹海风，尝尝当地的特色海鲜，日子过得悠闲又惬意。也是在这次旅行中，我认识了周燕，她是做海鲜供应链的，家里几代人都做水产生意，在业内很有名气，也是我店里一直合作的供应商之一。这次碰巧，她也来这边的渔港考察货源，在海边的餐厅里偶遇了。之前我们只在线上对接过工作，见过几次面，也都是在正式的商务场合。这次偶遇倒是让我们有了很多私下交流的机会。他是个很沉稳的人，话不多却很细心，做事周到妥帖，和我那个眼高手低只会惹麻烦的哥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知道我的经历，却从没有过多的打探，也没有说过那些廉价的同情和安慰的话。他只是会在我看着大海发呆的时候，默默递过来一杯温水，会在我随口说一句当地的某种海鲜很好吃的时候，第二天就托渔港的朋友送来最新鲜的食材。旅行结束后，我们依旧保持着联系，他会跟我分享最新的海鲜货源信息，也会在我遇到供应链上的问题时给我很多专业的建议。我也会在他来本地的时候尽地主之谊，请他尝尝店里新研发的菜品。一来二去，我们之间的氛围渐渐变得不一样了。他会在我忙到深夜的时候给我送来温热的夜宵，会在我因为分店的事情焦头烂额的时候放下手里的工作过来帮我梳理流程解决问题，会在我偶尔因为原生家庭的事情情绪低落的时候安安静静地陪在我身边，告诉我那些都不是我的错。我活了30多年，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被人放在心尖上疼惜是这样的感觉。不是因为我能带来什么利益，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利用价值，只是因为我是我犹豫过也退缩过。原生家庭给我带来的伤害，让我对亲情对亲密关系都充满了不信任和恐惧。我怕自己再次被辜负，怕自己掏心掏肺的付出，最后换来的又是一场空。周燕看穿了我的顾虑，却没有逼我，只是依旧用她的方式温柔又坚定地向我靠近。她告诉我不用急着给她答案，她可以等。她还告诉我好的感情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我自己一个人已经能把日子过得很好了，她的出现只是为了让我的日子过得更开心一点。这句话彻底戳中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我终于放下了心里的防备，试着接受了她。和她在一起后，我的日子变得更加温柔明亮。她会支持我所有的决定，也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做我最坚实的后盾。她会陪着我一起去后厨试菜，会认真的给我提建议，也会在我累的时候把所有的琐事都揽过去，让我好好休息。她也从不会因为我和原生家庭的决裂对我有任何的微词，她只会告诉我不想见的人就不见，不想做的事就不做，天塌下来有她陪着我一起扛。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生意越做越大。除了2家酒楼，我还开了一家高端私宴定制工作室，专门承接私人宴会、商务宴请，在本地的高端圈子里打响了名气。我的名字再也不是陈家那个不受宠的女儿，而是陈总是本地有名的餐饮企业家。而我妈和我哥日子却过得越来越落魄。我哥因为欠了一屁股债，又没有收入来源，最后跟着一群狐朋狗友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最后因为盗窃被判了刑，进了监狱。我妈知道这个消息后，当场就中风了，半边身子不能动，瘫在了床上。那些亲戚们没人愿意去照顾她，都躲得远远的。最后还是社区的工作人员辗转联系到了我，他们在电话里跟我说了我妈的情况，劝我回去看看，毕竟是亲生母亲，现在瘫在床上，孤苦伶仃的，实在可怜。我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开车去了那套我很多年都没踏进去过的老房子。房子里又脏又乱，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我妈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头发花白，脸色蜡黄。看到我进来，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涌出了眼泪。她嘴里呜呜呀呀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能伸出那只还能动的手，想要抓住我。我站在离床几步远的地方，没有上前，看着她这副模样，我心里没有恨，也没有心疼，只有一片麻木的平静。当初她健康硬朗，能吃能喝的时候，把所有的偏爱和好处都给了儿子，把所有的伤害和算计都给了我。现在她落得这个下场，才想起我这个女儿，太晚了。我没有留下来照顾她，也没有接她去我那里，我只是通过社区给她找了一家正规的养老院，又请了2个护工，24小时照顾她的起居，所有的费用都从她剩下的那笔欠款里抵扣，扣完为止。我跟养老院的护工交代好了，除了正常的护理，不用给她额外的东西，也不用让任何人来探望她，尤其是她那些所谓的亲戚。做完这一切，我就离开了，再也没有去看过她。我尽了法律上的赡养义务，却不会再给她任何多余的温情。距离我妈住进养老院已经过去了大半年，滨海市的秋天来得悄无声息。一场秋雨过后，街边的梧桐叶落了满地金黄。我的第3家门店在城市新区的 CBD 核心区正式落地。这家店主打高端商务私宴，整层空间只设6个独立包厢，每个包厢都配有专属的厨师团队和服务人员，从食材定制到用餐流程，全流程1对1专属服务。开业前的试营业阶段，预约就已经排到了3个月后。周燕为了庆祝新店开业，特意从海外空运了一批顶级的蓝鳍金枪鱼，开鱼仪式定在了开业当天，成了本地餐饮圈里最受关注的盛事。开业当天来了很多业内的前辈和商界的客户，还有不少一路跟着我走过来的老顾客。徐姐跟着我从第1家店走到现在，如今已经成了整个品牌的运营总监，忙前忙后的招呼着客人，眉眼间全是藏不住的骄傲。我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穿梭在宾客之间，从容地应对着各种寒暄和道贺，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被家人堵在店里刁难，只能咬着牙硬扛的小姑娘了。周燕一直站在我身侧，没有过多的抢我的风头，只会在我拿起酒杯的时候不动声色地替我挡下大半。在我应对完一波客人后，悄悄递上一杯温水。整场开业仪式办得圆满又体面，没有出任何纰漏。送走最后一波客人时，夜色已经深了，店里的员工都在忙着收尾。我和周燕站在落地窗前，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灯和万家灯火。她从身后轻轻环住我的腰，下巴抵在我的发顶，动作温柔又克制。我没有回头，只是抬手附上她放在我腰间的手，指尖相触的瞬间，心里满是安稳。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虚情假意，也尝遍了亲情里的凉薄，早已习惯了什么事都自己扛。是周燕的出现，让我知道，原来不用时刻紧绷着神经，也不用事事都自己硬撑，我也可以有可以依靠的肩膀。新店开业后，品牌的知名度再上一个台阶，甚至有外地的投资商找上门来，想要谈加盟合作。面对送上门的商机，我没有头脑发热的盲目扩张，我花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带着团队做了详细的市场调研和品牌规划，最终拒绝了大部分的加盟申请，只在邻省的省会城市敲定了一家直营分店的合作。我很清楚，这个品牌是我一步一个脚印做起来的，里面藏着我所有的心血和底气，我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砸了自己多年攒下来的口碑。徐姐一开始还有些不理解，觉得错过了快速扩张的好机会，可当我把完整的直营规划和品控标准摆在她面前时，她瞬间就明白了我的用意。他总说我看着性子软，可骨子里比谁都清醒，比谁都有主意。我只是笑了笑，没多说什么。那些年被最亲近的人算计背叛的经历，早就教会了我，凡事都要稳扎稳打，不能给任何人留下可以拿捏我的把柄。日子就在忙碌又安稳的节奏里一天天往前走。我和周燕的感情也一直很稳定，她从不会干涉我事业上的决定，只会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最专业的建议和最坚实的支持。我们会在不忙的时候一起去渔港看最新到港的海鲜，一起窝在厨房里研发新的菜品，也会在周末的时候开车去周边的城市短途旅行，过着平淡又温馨的日子。她从来没有跟我提过结婚的事，我也没有问过。我们都很享受当下这种彼此独立又相互陪伴的状态，不用被一纸婚约束缚，也不用去应付那些复杂的亲戚关系，只需要对彼此负责就好。直到那年冬天，我在一次食材采购途中遇上了路面结冰，车子打滑撞上了路边的护栏，不算太严重的车祸，只是我的胳膊被碎裂的玻璃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加上轻微的脑震荡，需要住院观察几天。我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守在病床边的周燕，她眼底布满了红血丝，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平日里打理的一丝不苟的头发也有些凌乱，显然是一夜没合眼。看到我醒过来，她紧绷的肩膀瞬间垮了下来，伸手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我的额头，动作轻的像怕碰碎了什么珍宝一样。那几天，她推掉了手里所有的工作，寸步不离地守在医院里照顾我，喂我吃饭，帮我擦脸，扶我下床走动，事事都亲力亲为，做得细致又妥帖。同病房的阿姨都羡慕我，说我找了个真心疼我的好对象。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她忙前忙后的身影，
心里某个一直紧闭的角落终于彻底软了下来。以前我总觉得婚姻是枷锁，亲情是拖累，人这一辈子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可现在我才明白，好的感情从来都不是拖累，而是铠甲。出院那天，天空飘起了入冬的第一场雪。周燕开车接我回家，车子开到半路，突然停在了民政局门口。我有些疑惑地看向他，他却侧过头，从副驾的储物箱里拿出了一个丝绒盒子，打开来放在我面前。里面不是钻戒，而是2枚款式极简的素圈戒指，内壁刻着我们名字的首字母。他没有说什么天花乱坠的情话，只是看着我的眼睛，认认真真的询问我的意愿，问我愿不愿意和他领个证，往后的日子一起走。我看着他眼里的认真和紧张，还有藏不住的爱意，笑着点了点头，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没有通知任何人，就只是2个人走进民政局，领了那本红本本。走出民政局的时候，雪下得更大了。周燕把我的手揣进她的大衣口袋里，紧紧地攥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雪花落在我们的肩头，像撒了一把温柔的糖。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红本本，心里没有想象中的忐忑，只有满满的安稳。我终于遇到了那个能让我卸下所有防备，心甘情愿地与之共度余生的人。我们结婚的消息只告诉了店里几个核心的老员工，还有周燕的家人。周燕的父母都是很开明的人，他们知道我的经历，从没有对我的原生家庭说过一句闲话，也从没有提过任何过分的要求，只是真心的待我好，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疼。第一次去周燕家里吃饭，她妈妈拉着我的手，给我夹了满满一碗菜，说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娘家，受了委屈随时都可以回来。那句话让我当场红了眼眶。活了30多年，我从来没有在所谓的娘家里感受过这样的温暖和偏爱。原来真正的家人从来不会拿着血缘当筹码，无休止的向你索取，只会真心实意的希望你过得好。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年关。这是我和周燕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决定去周燕的老家过年。出发前一天，我突然接到了养老院打来的电话，电话里护工跟我说，我妈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医生下了病危通知，问我要不要过去看看。握着手机，我沉默了很久。周燕就坐在我身边，她没有催我，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告诉我不管我做什么决定，她都支持我。最终我还是让司机开车去了医院。我不是心软，也不是原谅，只是想给这段扭曲的母女关系画一个最终的句号。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外站着几个许久未见的亲戚，还有舅舅。看到我过来，他们都愣住了，眼神里带着几分尴尬，还有几分意料之中的意味。舅舅走上前来，叹了口气，跟我说，我妈这次怕是撑不过去了，嘴里一直迷迷糊糊的念着我的名字，让我进去看看她。我点了点头，穿上消毒服，走进了重症监护室。病床上的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靠着呼吸机维持着生命，早已没了半分当年的模样。听到我的脚步声，他费力地睁开眼睛，浑浊的眼珠转了转，落在我身上。他的嘴动了动，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淌，眼神里满是悔恨和哀求。我就站在离病床几步远的地方，安安静静地看着他，没有上前，也没有说话。我的心里没有恨，也没有难过，就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平静的连我自己都有些意外。那些年的委屈、不甘、愤怒和寒心，早在他一次次选择偏袒儿子，一次次拿着亲情向我捅刀子的时候，就已经被时间磨平了。如今他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我也生不出半分波澜。我在监护室里只待了5分钟，就转身走了出去。舅舅看到我出来，连忙上前问我怎么样，是不是能劝劝医生，再想想办法。我只是淡淡告诉他，该用的药、该上的治疗都正常用，所有的费用依旧从他剩下的欠款里抵扣，除此之外，我不会再多做什么。亲戚们听到这话，纷纷开始窃窃私语。有人小声说我心太硬，毕竟是亲生母亲，都这个时候了还这么冷漠。我听到了，却没有理会。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他们只看到了他如今躺在病床上的可怜，却忘了当年他是怎么伙同儿子儿媳把我逼到绝境的。我没有落井下石，已经尽了我该尽的义务，没必要为了别人嘴里的孝顺去勉强自己做违心的事。我跟舅舅交代完所有事情，就转身离开了医院，自始至终没有再回头看一眼。坐上车，周燕伸手握住了我冰凉的手，什么都没问，只是把我的手放在嘴边，哈了口热气，轻轻搓了搓。我靠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呼出了一口气。从医院出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和那个原生家庭之间所有的牵绊都彻底结束了。3天后，我在去周燕老家的高速上接到了舅舅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我妈在凌晨的时候走了。我握着手机，沉默了几秒，只说了一句知道了。舅舅还想说什么，我却直接挂了电话，关掉了手机。周燕侧过头看了看我，放慢了车速，问我要不要掉头回去。我摇了摇头，告诉他不用。他的后事有他最疼爱的儿子，还有那些沾亲带故的亲戚，轮不到我来操心。更何况他的儿子还在监狱里服刑，连他最后一面都见不上，这也是他自己选的结果。车子继续往前开，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就像那些不堪的过往被我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到了周燕的老家，他的家人没有追问任何关于我娘家的事，只是热热闹闹的给我们准备了一大桌子菜，给我包了厚厚的红包，陪着我守岁跨年。窗外的烟花炸开，在夜空中绽放出绚烂的光芒。我靠在周燕的肩头，看着电视里热闹的春晚，耳边是一家人的欢声笑语，手里捧着温热的甜汤，心里满是前所未有的安稳和幸福。新的一年如期而至，开春后，我妈留下的那套老房子因为无人继承，也没有留下遗嘱，最终按照法律程序，本该由我和我哥共同继承。我直接放弃了继承权，把属于我的那一半全都捐给了当地的福利机构，用于资助单亲家庭的孩子读书。那套房子里藏着我整个童年和青春期所有的委屈和不公，我一分一毫都不想要。至于我哥，依旧在监狱里服刑，为他自己犯下的错付出该有的代价。
他曾经托人给我带过话，想要求我帮他减刑，求我看在血缘的份上拉他一把。我只让人带回去了一句话：路是他自己选的，后果自然该他自己承担。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找过我。我彻底和那个带给我无尽伤害的原生家庭断了所有的联系。我的生活依旧在按部就班的往前走，直营分店顺利开业，品牌在整个华东地区站稳了脚跟，成了高端海鲜餐饮里响当当的牌子。我和周燕的日子也过得平淡又幸福，我们依旧会一起去渔港挑海鲜，一起研发新菜品，一起去看遍山川湖海。在第2年的秋天，我们有了一个女儿。女儿出生那天，周燕守在产房外，哭得比我还厉害。她抱着小小的婴儿，手足无措，连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嘴里反反复复地说着：“女儿像我，真好看。”看着她笨拙又温柔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眼眶却红了。我从小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长大，从来没有感受过来自父母的偏爱和疼惜。可我的女儿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拥有了爸爸妈妈全部的爱。我会给她全世界最好的东西，会让她在充满爱和温暖的环境里长大，会让她知道女孩子从来都不是谁的附属品，她可以勇敢地做自己，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